哎呀，舒服。但是如果此时此刻能有一颗冰镇葡萄的话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如果还有人能亲手喂到我嘴里的话，那可不比天仙还美。他说什么？喂他吃葡萄，还亲手喂？这登徒子是得寸进尺，也要有个限度。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丫鬟吗？做梦！想得美！很合理啊，我说的是搓澡服务，我并没有说搓澡服务里面只有搓澡这一项吧。我现在又没从水桶里出来，那这服务就还没结束呢，对吧？好啊，李瀛，你给我记住今天。来吃，撑死你！喂我。你吃不吃？吃。要命！这角度，这灯光，这气氛，这小姨子生起气来，怎么比笑起来还勾人？我一个清北大学高材生，在穿越的第一天，居然被山贼绑来当压寨相公。今晚要是伺候不好，会不会被那个女寨主一掌给拍死？听说二当家从山下捡回来一个小白脸，白净的很呢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经得起大当家的折腾。大当家长能碎木，全能碎石，姑爷明天怕是下不了床啦。刚躺出陈塘的虎口，又进入了山贼的狼窝，这是个什么狗屁世道啊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要脸！勾引良家妇女，按村规理应绞死。吵什么？图书馆不让带，就应该绞死。我靠！这事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我不是在图书馆睡觉吗？就是他勾引我老婆，玷污了咱们全村的声誉。你放屁！他长得那么丑，我能看上他吗？你们眼睛是不是都瞎了？少狡辩！你家有10袋粮，能救大伙的命。不要！我会炼金术，我会造水车，我还会治戏眼。搞死他！搞死他！什么狗屁世道！为了吃口饭就杀人，系统救命啊！绞死他！绞死他！绞死他！这个男人，我要了。刚要被吊死，现在又被女山贼抢来送人。这清风寨的大当家会不会是有200斤重的肥婆呀？我来了！大当家，大当家，感觉这种事情是勉强不来的。强扭的瓜是不甜的，我们俩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啊！大当家，我知道我很帅，但是你别这么着急呀！我有病，我举不起来的。有病？这个声音听起来这么好听，哇，这个山贼头子这颜值，放在清北也是校花级别的。谁说这世道不好？这世道也太棒了！大当家的，其实我这病有时候也能治，包好使的。帮我解开一下。从今日起，你我便以夫妻相称，我自会护你周全。等风头过了，是去是留，随你。夫妻相称？你我2人，那不就是？大晚上的，好像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夫君，你不是很喜欢我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做山贼的，哪管什么白天晚上？来吧，夫君！哼！
也招了个相公进来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。哼，这家里粮食还能撑多久啊？你这债主是怎么当的？吴姨，你要嫁给我，吴家商队还能帮镇寨子一二。你嫁给一个小白脸儿，全寨子80多口人，那就得活活饿死啊！80多口人，粮食危机，好家伙，这压寨项目还是高危职业，搞不好第一起要犯呢。寨主之位，能者居之。若7日后还未凑齐粮草，那我柳如仪自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但在此之前，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教我如何做事。不送。好，就给你7天时间，7日之内你要拿不出50袋粮食，你寨主的位置，哼，乖乖的让给吴应吧。走。那个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吗？不必。刚刚吓到你了吧？我们寨中一向都是如此，让你见笑了。所以寨子里真的缺粮食，缺得这么严重？50袋？这些你不必操心，我自有办法。既说过会护你周全，便不会让你饿着肚子。是我疏忽了，忘了你这一天还没有休息。小环，去看看灶台还有些吃食没有，去给姑爷拿碗粥来。小姐，灶房已经熄火了，刚才最后一点米粥给二叔公送去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饿一顿其实挺好的，健康嘛，对吧？我去外面逛逛，我消化一下。这50袋粮食该如何是好？那些狗血短剧里的男主穿越，一个个过得从从容容，游刃有余。我呢，匆匆忙忙，连滚带爬，连顿饱饭都没有。算了，至少在这儿，生命安全还是有保障的。不过我老婆是个山贼头子，整座山头都是我们的，那封侯拜相，官居一品，哪有当个山贼来的快活？这古代还有这种深夜福利吗？这雨桐真白啊，不是，这水瓢真大呀！这个男人我要了。救命恩人兼小姨子，这不是岛国才有的剧情吗？谁？是你？是我，女侠饶命！果然是个登徒子。若不是姐姐被逼婚，需要救一个人当挡箭牌，我才不会救你。像你这种淫贼，就应该被吊死。女侠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们要抢我的粮食和家产呢。少说废话，我警告你，你跟我姐姐只是名义夫妻，若你妄想做什么，女侠，你听我说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！BBQ 了，但是手感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你个阴贼！我杀了你！你傻！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偷看你洗澡的，都是误会。我向老天爷发誓。不是吧，老天爷有没有这么不给面子？搞什么？老天爷，我认真的。你滚！别再让我看见你，否则犹如此。是我，不过这个不错。小凡，轻点。你忍着点，姑爷，马上就好了。轻点。昨天听那个吴应说粮食短缺，我还以为是夸大其词呢，没想到柳如意一个债主，居然只有一个鸡蛋。小姐说现在正值流年，粮食金贵，而我们平日里都只有1日2餐，还都是稀粥，是怕您刚来饿坏了，这才把她的那一份全留给了您。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，这女人，那寨子里这80多口人，生计怎么办？大小姐和二小姐武功强，她们平日里会帮官府抓逃犯，用赏金换粮食。方大叔他们会给人放马，还会做短工，偶尔还会上山打一些野味儿，不过都很危险。不行，我一个大男人，好歹是他名义上的相公，如意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能让他们2个女人扛着这么重的担子，我得想办法赚钱。这个，山楂在这个世界叫红果，因为又酸又涩，根本没有人吃。但是要是蘸上一层糖稀，不止好。有了，冰糖葫芦，卖冰糖葫芦喽！哎，小朋友来，我有2根，来，哎，给我来1根，我来走了，上台了，快点，我也要。好帅，好帅，好厉害！这玩意儿成本低，做法简单，这不就是成了赚钱的路子了吗？姑爷，有什么了？小凡，你信不信我能让外面院中那树上的酸果子变成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？来，小欢，过来，在我腿上，把这个最大的摘下来。来，姑爷，您是主子，我怎么能踩您呢？哎呀，我们寨子里又不兴这套规矩啊！现在我是伙计，你是掌柜的，哎，别废话，来吧。姑爷，你怎么知道这树上都是金果子？哎，这是商业机密啊！等做出来了，保证馋得你流口水。相公，小环，呀！小姐，好你个淫贼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连小环都不放过。你少血口喷人啊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放过小环了？我是在为咱们寨子经济的发展做贡献。经济发展，相公这是因地制宜，取长补短。总之就是搞点敷衍。相公，你的脸这是怎么了？刚才摘果子的时候，树枝给抽的。怕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让人给揍了吧？姐，我看这人贼眉鼠眼的，不像好人。柳如意，别血口喷人啊！就是树枝给抽的。树枝能给你抽出？如意，不得无礼。相公毕竟刚到寨子里，还是先随我去见见二叔公吧。哎，相公，这位是寨子的二叔公，是我父母的部下，也是寨子中最德高望重的长老。在下李毅，见过二叔公。好，读书人，正好寨子里学堂缺人，这帮小家伙成日在寨子里闹腾，一点都不老实。你去学堂里做个教书先生吧。教书先生，我教他们什么？一个山贼的自我修养。
拦路抢劫的基本礼仪，赃物分配的经济学原理，一切听二叔公的安排。真好。不是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也不问问我有没有意见。相公，寨中的学堂明天就要重开，孩子们有些顽劣，相公还需提前准备。不就是一群熊孩子吗？包在我身上，分分钟搞定。这是我的新衣服，怎么样？你就是五月姐的相公吗？是。你凭什么做如意姐的相公？等我长大了，可是要娶如意姐当老婆的。你飞吗？会打大虫吗？好家伙，兄弟从小培养是吧？对呀，好，安静安静，都听我说。你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打大虫、飞呀，太低端了。我就问问你们，想不想听一下一只石猴大闹天宫，跟玉皇大帝叫板的故事？切，猴子怎么会说话？嘿，好，那今天本先生就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。话说，以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奥莱国，海上有一座岛屿，唤作花果山。你猜这个石猴到最后会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说啊！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倒要看看今天哪个小朋友上课听讲最认真。秋几个小屁孩有什么用？这柳如意啊，都出去1天了，待会儿3袋粮，还有5天。我看你们拿什么凑够50袋？到时候给我一起滚蛋！50袋粮食，那就是5000斤，得20两。我卖一串糖葫芦挣3文钱，卖6600多串啊！这得卖到猴年马月去。不行，我得卖贵点儿，一串卖10文钱，或者……你这是干嘛？去年的收成连人都吃不饱了，今年呀，再不下蛋，把你们宰了去！哼！这疯婆子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自己喝晚饭，这下不就什么都有了吗？二婶，对不住了，你这叫天使投资机呀！嘿。小环，今日的晚饭是你做的吗？不是，是姑爷做的。你还会做饭呢？我之前都是一个人住，这些事早就习惯了。可这肉……山鸡肉，山鸡肉，我在后山闲逛的时候捡的。哪个天杀的偷我的鸡？偷鸡在别我抓到你，我非打到你的腿！姐，你先吃，省得二婶子闹事。我出去看看。这二婶娘也真是的，连自家的鸡都看不住。还是姑爷厉害，连走路都……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相公是读书之人，这些粗鄙之事以后还是交给小环去做吧。行，都听娘子的。这面竟如此鲜美，相公竟然有如此手艺。咦，似有一股甜香味儿从外传来。姑爷，你锅上还熬着糖呢，不会糊了吧？我去啊！火候刚刚好，再晚一点来就成焦糖了。何为焦糖？就是我家乡的一种糖，熬的时间太久了就会发苦，所以就叫焦糖啊。对了，小环，你去外面把洗好的红果拿进来。今天啊，我给你和娘子好好露一手。好的，少爷。这街上第一串冰糖葫芦成了。
来，小环。姑爷，这真的好吃吗？酸甜可口，酥脆不粘牙 ，perfect。说什么？就是完美的意思。哦，小姐，我先替你尝一尝。罪过，家里3大小美女，再这么下去，柳下惠来了也得破功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2当家，这个不能吃啊！这个糖霜里面放了砒霜，用来毒老鼠的。姑爷，你看，糖葫芦少一串。你找死！哎，你看，我吃饱了，我要去沐浴，沐浴去喽。姑爷，你哪来这么多糖啊？这小厨房我记得没那么多糖，这熬汤最费糖了。总不能告诉这丫头我那2婶的天使投资计划吧？这个反正让它显多的秘诀就是多加水啊，对，多加水进去熬，那就显多了嘛。哦，姑爷你真聪明。可是姑爷，这寨子里现在最缺的就是粮食，你熬这么多糖葫芦，真的能帮到小姐吗？当然能了，等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卖了，我告诉你，不仅能解燃眉之急，甚至还能小富一把。到时候啊，咱们天天有鸡吃。我再扯点新布，再给你和你们家小姐都做一身新衣裳。真的吗，姑爷？我长这么大还没穿过新衣裳呢。当然是真的，赶紧忙，忙好了咱去卖钱。起床了。起床了，小懒猪。姑爷啊，忙着呢。那啥，我早上上山去了，打了2只山鸡，这玩意儿炖完了，味儿是嘎嘎香。这样，小环姑娘，你拿着，给小姐跟姑爷补身体。这是红腹锦鸡。姑爷，这不能收。方大叔家有3个娃，平日里都吃不饱饭，咱不能要。自己都吃不饱，还想着小姐，这大叔是真心对如意好啊！拿着，哎，拿着，长者赐，不敢辞。你要听人家方叔说的，把它收下啊！赶紧拿回屋放着，快去！啊，快去！啊，姑爷，我也走了。方叔，等等。谢谢啊。哎，那啥，姑爷，叔叔就是个大老粗，也不懂得啥值不值的。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当年不是老寨主接济我们，现在我们不知道搁哪，估计早就嘎了。做人所以不能丧良心。方大叔，那个，我是这么觉得的，谁对我娘子还有小姨子好，我就对谁好。你想不想跟着我干一票大的，给寨子，也给你们家娃娃挣粮食、挣大钱的那种？真的吗？啊，那行啊。方大叔送来的这只鸡可真是不错呀！哇，香啊！太香了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哎，我鸡！方大叔打的山鸡，你吃起来很香吗？这算不算接吻啊？你看什么看？吃你这山鸡是给你面子。那是，我烤的鸡能不香吗？这山鸡是方大叔送的。那山寨里的糖霜，房里的柴火呢？也是方大叔送你的吗？完了，在这儿。
姐姐让你教书，是给你一个安身立命之所，不是让你驻空山寨，偷用宫中的东西去做什么冰糖葫芦。李烨，你也不想你中饱私囊的事情传出去吧？不是，我这小姨子还去岛国进修过。登徒子，上次偷看的朕，今日让你连本带利还回来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你姐夫，一般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做的。我现在不想听这些。你把上衣脱了。你把上衣脱了。这样不好吧？笑什么呢？我是让你把衣服脱了，从这里跳下去。这里，刘如意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是一个压寨相公，我也是有骨气的。今天我就算是死在岸上，我也不可能跳下去。怎么？你想试试我的剑锋不锋利？算你狠！你等着，我以后挣钱了，我用钱砸死你！少废话，走！李烨，你也有今天。这登徒子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不会是淹死了吧？啊！喂，醒醒，醒醒，李烨！假的！哇！要命了！这是谁有祸？简直比卡龙还要命！你敢戏弄我？你不是请我下水吗？那我就请你游泳。你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小环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怎么在水里？天太热了，我洗洗澡。啊？天热吗？完了完了，这环境来真的，再不上去，我就成为穿越史上第一个被小姨子勒死的冤大头了。我操，这触感这么柔，没想到这小姨子看起来结实，身材这么有料。二小姐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不会是生病了吧？要不要我帮帮你？是水泡的吧？那个，你快走吧。真的不用吗？没你的事，快走。好吧，好吧。不行不行，再见了太太太，这古人来真的了。你找死！你怎么打人啊？小姨子，咱们打也打过了，看也看过了，抱也抱过了，总算是扯平了吧？你找死！我勒个乖乖，这不……你这个登徒子！李烨，李烨，他不会以为我死了吧？要给我做人工呼吸吧？来了来了，如意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的。你找死！你找死！娘子，救命！刘如意杀人了！李烨，我跟你没完！距离7日之约只剩2日，还差30袋粮食。这冰山美人老婆什么事都自己扛，
看着真让人心疼。娘子，剩下的30袋粮食，我来解决。你解决？你去偷还是去抢？我已经算过了，30袋粮食约需20两银子，我只需要把我的冰糖葫芦10文钱一串的价格卖出去，我卖1000串就够了。10文？这红果后山到处都是，这冰糖葫芦虽然美味，可10文钱一串，真的会有人买吗？李烨，你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，又是做零嘴，又是夸下海口，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想借下山卖货的时候趁机逃跑吧？柳如意，告诉你，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，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产品。这些冰糖葫芦，我甚至都不用自己亲自去卖，你就交给方叔，让方大叔背上去卖，我都赌他能在1天之内以10文一串的价格全部卖光。可是若是卖不光呢？若卖不光，我认为你处置；但如果卖光，你就得给我搓盆子。你找死！如意，把剑放下。哼，怎么了？柳二当家的真是害怕了。如果怕了，现在认输也可以。好，跟你赌。可若你是赌输了，我便把你绑回树上上吊。好，那明日相公便随如意下山一趟。寨中烦闷，明日下山，若相公看见些稀奇有趣的，定可带些回来。他不怕我跑，还给零花钱。娘子放心，为夫一定满载而归。糖葫芦，糖，嘿，看一看呐。你说的，抢着买糖葫芦的人呢？二当家的，你板着张生人勿近的脸往这儿一杵，跟个门神似的，谁敢过来？哪家做生意的老板是你这样？哼，二小姐，那个啥，俺家婆娘早上还叮嘱俺，你婶儿说想吃糊饼，劳烦您帮俺去买一下，去买2张，就在前面街口。你最好别耍花样。糖，冰糖葫芦，又香又甜的冰糖葫芦。老方，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，很快回来。啊，不是，姑爷，这，哎，这位兄弟，要不你随我一同去，也算有个照应。哎呦，好嘞，啊，走了。妥了。冰糖葫芦来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兄台留步。在下家中有些急事，看兄台像是读书人，可否帮我看着这画摊片刻？冰糖葫芦生意虽好，终究是单品，想要富得开源，正好摸摸这城里的行情。好说。我能抓你1次，就能抓你第2次。好端端一个美女，脾气咋就这么差呢？呀，这不是如意姐吗？画的真像啊，把如意姐那股子劲儿都画出来了。这是什么画法？从未见过，竟像把真人印在纸上一般。随便画画，随便画画。哎，对了，柳玉姑娘，你们今天怎么也来接姐夫，你偷偷画如意姐，你还画得如此传神，要是被如意姐知道了……别，我真的就是随便练练笔，你千万别告诉她，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思的。想让我们保守秘密？姐夫，听说寨子的小孩子说你学问最大，今天恰逢几小佳节，我们启天灯都备好了。就差一首好词来应景，你帮我们做一首，
我们就替你保守这个小秘密。要是让这女魔头知道我偷偷画她，找死！成交，成交。啊，怎么样？这次好像不太像文曲星啊。仙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金凤玉露一相逢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看不懂。好像也就这样。谢谢姐夫，这个词挺好的，我们就先去放灯了。啊？字也这么难看，也看不懂了，孩子们是不是夸大其词了？算了算了，反正是一首词，凑合用吧。走。就这走了？不应该目瞪口呆，疯狂的点赞吗？然后震惊四座，芳心暗许吗？难道每个朝代的诗词审美还不一样？我这千古名篇放在这儿，成小学生的作文了。哼！这到饭点了，也不知道方叔他们那些糖葫芦卖的怎么样。啥玩意儿啊！姑爷说这玩意儿嘎嘎好卖，那顾客看这玩意儿都得疯。现在顾客没疯，我快疯了。冰糖葫芦。哎，胖子，你这冰什么葫芦的，怎么卖的？不贵，10文钱一串。10文钱？就这几个红果子，要我10文钱？不是，这都是技术，这太贵了。你这抢钱的吧？就是太贵了，10文钱！你当我们城里人的钱这么好赚啊？走，散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谁买谁是冤大头。就是不是，哥们儿你不买你还个价也行啊。你这，哎。这话好生气。这次又，你谁啊？这画中的女子，仿佛要从纸上跳出来一样，好神奇啊！穿的人模人样的，怎么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？一幅立体画而已。这样，以这样的风格，再给本公子也画一幅，如何？不画。为何？在下作画的原则，就是只画女子，不画男子。1两银子。1两银子，换成大米也就是2担大米。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为区2担米折腰？哼，1两银子也不花。5两，5两，5两银子10担大米，5两也不花。10两，正愁着没钱买粮食呢，这冤大不，这贵人就是把枕头给递过来了。我刚才瞧着你第一面，我就觉得无比的熟悉啊！现在仔细一想，兄台跟我一位故人长得甚是相像。那我今日为了这一点，打破这规矩又如何？半个小时了，一串都没卖着。姑爷这次怕要失望了。啊！不要！我现在就要吃这个冰糖葫芦。啊，你个娘！明白了，怪不得姑爷千叮万嘱，前面几串都给了柱子、小虎他们吃。姑爷说10文钱一串不贵，俺现在可算懂了。这小孩馋虫可不嫌贵啊！这要是俺家主子这么闹，估计俺也得扇他2巴子，然后咬牙给他买了。
好好好，给你买，给你买啊！来，小朋友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别着急，都有。给我买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来，哎，我也要，来，拿好，谢谢啊，都有都有，拿2个，拿好。好。画风虽怪，却神形俱备。这书生倒是个妙人。电视剧诚不我欺，是这么个验货的流程。这画啊，几个意思？钱都给了，还想反悔？公子，啊，是。此画本公子甚是喜欢，这10两银子就当是赏钱了。我靠，这难道就是古代版的超级小费？兄弟，兄弟，这事多谢你了啊！没事儿，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就行。哎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老板，我家小姐的画可好了？好了好了，刚裱好，就等小翠姑娘来取了。好，你看要不要打开验开一盘？不用了，小姐还等着呢。好的，谢谢。慢走啊。哦，嘿嘿，想不到在古代挣钱这么容易，那我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财富自由了？书生啊，银子是自己求过来，还是我们哥几个帮你送金果？怪不得有钱人都要请保镖。这刚才到手的银子都还没焐热乎，憋屈，实在是憋屈。算了，银子没了可以再赚，小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。咦，你这书生倒是识趣啊！啊哈！哎，我操4刀8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老子听听。我们大哥最他妈讨厌人家叫他刀疤。你刚才说的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哎，我说你长得丑也就算了，耳朵还不好使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感支撑你活到现在的？哎，找死！人！我操！读错了，柳如意，你要是再不出现，你姐夫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。这小姨子能处，有事他真上啊！再动头就别要了。陛下饶命！哎呦，这刚才不是挺横的吗？再横一个给爷看看！哎，你还瞪我是吧？姐，抢钱！让你不学好，长得丑还出来吓人。够了，滚，走吧。你给我站住！啊！你再给我扒了这个书生那2条腿，给我打断！他们人好多，你要我帮忙吗？给我上！哎，住手！姑爷，二小姐。啊，方大叔。姑爷，二小姐，原来你们搁这儿呢，我终于找着你们了。不关你的事儿，不滚，连他一起走！哪来的糟老头子？我让你滚！干嘛？这犊子让你装的！知道。哎，打起来了！哎呦！老兄，你有点本事！过关没有啊？哎，
打得好，打得好！旗杆上绑鸡毛，好大的胆子，敢动我们柳叶寨的人！我滚犊子！这个老方庄稼汉还有2副面孔呢。走！哎，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非礼啊！哎呀，就这么点钱，你们出来混的也不多带点钱，这个不够赔我精神损失费呢。哎呀，这手法，姑爷他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山贼呀？你，还叭叭一句，滚！打得好，这帮泼皮早该有人收拾了。就是，好，干得漂亮，打得好，好，打得好，就应该早应该这样，好，干得漂亮。来了，管差办，统统闪开！啊，姑爷二小姐，官差来了，撒丫子跑吧！这爬墙的速度，若是在现代，肯定是一个优秀的隔壁老王。这要是当年读书的时候，有个校花学姐这么抱着我翻墙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看！说吧，那些泼皮怎么会找上你的？他们想抢我钱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他们人那么多，就为了抢你几个破铜板？姑爷，你可真是竹竿子杵青蛙顶呱呱呀！我这根棍上全都卖完了都。你说什么？卖完了？糖葫芦卖完了？可不咋的，二小姐你是没瞅着啊！姑爷做的冰糖葫芦，在街上一下就火了，路人当时都疯了。这还只是卖了一小半儿，就收了500万。老张还在那儿继续卖呢，俺是看姑爷不见了，心里着急，才赶紧出来寻人的。多少？啊，对，我当时就这副表情，500文呐，整整500文。姑爷，城里人的钱真好赚。500文，这只是一小半。姐姐她冒着危险抓了几个逃犯，才换来10担粮。她虽然只有这些酸果子，半天不到就……姑爷，咱虽然说条件不好，咱也得走正路，不能偷窃。这个是我刚才在城里给人作画收的工费。作画，一幅画20两，这哪是画画，这分明是抢钱呢！咱们累死累活，姑爷他，姑爷，以后我就听您的。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让我摸鱼，我绝不抓鸡。哎，低调低调啊，低调。今天的茶水我请了。嘿嘿，看来你倒也不算全然无用。他竟然有这等本事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李先生、二小姐，你们快回寨子里！二婶娘和那个吴老板，他们带着好多人，把如意姐围在广场上。啊？什么？柳如意，7日之期已到。当初你当着全寨人的面夸下海口50袋粮食呢，你倒是拿出来给大家瞧瞧啊！是啊，就是。如意啊。不是你吴哥逼你，这全寨子80多口等着粮食救命啊！想当初你要是应了我，吴家商队的粮食早就运上山了，何必如此呢？哎呀，吴英、二婶娘，事情总有办法解决。如爷为了寨子已经尽心尽力，你们何必
苦苦相逼呢。二叔公啊，您真是老糊涂了，尽心尽力有什么用啊？我们要的是粮食，我们要活命啊，是不是啊？柳如意身为寨主，她不能解决粮食问题呀。既然无能，就退位让贤呗。是啊，大当家，我们饿几顿倒是无所谓，但是孩子他饿得嗷嗷直哭啊。我3天没吃饭了。吴老板都说了，只要他当上寨主，立马把粮食运上山。没错，我这句话说的，现在依然管用。二婶娘，吴应，寨主之位，能者居之。我柳如意从未贪恋，只是我还需要些时间，再宽限我3日，我必。3天？你那天出去只带回来3袋粮，就是给你30天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去偷？去抢啊？哎呦，还是指望你那个只会偷鸡和狗和小丫鬟厮混的相公。二婶娘，请你放尊重些啊！什么尊重？想当初我吴应是真心实意的想娶你，可你柳大寨主到山下随便抢了个小白脸来羞辱我，现在知道小白脸靠不住，后悔了，晚了。今天这个寨主，你让也得让，不让也得让，你说呢？你说呢？不许你胖小姐！你自知自己无能，就纵人手下动手，哼！他这是要逼死我们所有人啊！别看了，这要打起来了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大当家，哎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粮食都没着落，自己人先打起来。说到底，还是他没能力管好山寨。好，这寨主之位，是谁说我娘子解决不了问题的？哎，姑爷，哎，这不是姑爷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回来晚了。区50袋粮食而已，还用得着我娘子出手？我分分钟给你们弄。我李毅的娘子也是你们能逼的。哎呦，呵呵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没用的小白脸回来了，大言不惭的，区50袋粮食而已。粮食呢？在哪儿呢？该不会是在你梦里吧？就是，吹牛都不打草稿的。柳如意，你看看你找了个什么相公啊？除了会耍嘴皮子，还会干什么呀？小子，说大话没有用，谁都会。有本事，现在就把50袋粮食拿出来，堆在我的面前儿。拿出1袋来，我无应跟你姓。可你要是拿不出来，老老实实跪下，从我胯下钻过去，然后带上你这个没用的娘子滚出寨子。啊，跟我姓，钻裤裆。吴大掌柜的，你看看，这么多父老乡亲可都见证着，如今你这赌约，我李毅接了。我只希望到时候不要后悔。我呸！事到临头了还嘴硬，吴老板，跟他赌，还能玩出什么花样？再给你们这军人废话也是浪费口舌。如意，老方，别藏了，亮家伙！啊，这么多东西！二小姐回来了，哎呀，哇，收获颇丰啊！这么多粮，东西，好多车！我操，这下有吃的了。回来了！哎呀，这么多粮食，二小姐太厉害了吧！这么多粮食，这些可都是上等的精米啊！这一袋不得几百文啊！这么多猪肉，我的天哪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猪肉。这些粮食
都是姑爷带回来的。夫君，娘子，放心，有我在。姑爷有令，今日购粮50袋，鲜肉200斤。今天无论寨中男女老少，见者有份，今晚开荤。哦，有吃的了！哦，多谢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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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大当家。刚才你们是怎么说的？娃娃饿得直哭，还有谁说吴老板当上寨主就有饭吃？你们联合外人一起欺负小姐的时候，怎么不想一想，到底是谁在一直保护寨子？大当家，姑爷，我们糊涂。大当家，我们糊涂，我们不是人，我们是饿昏了头，才听了二婶娘的挑唆。对，我们知错了，求大当家原谅，姑爷饶命。好了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更何况大家都是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，我能理解。但是今天大家最应该谢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我们清风寨的大当家柳如意，因为是你们的大当家，在山寨最危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你们任何一个人，是他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食物先分给老人和小孩，也是他一个人顶住了所有的压力，等到了我回来。所以说，这所有的一切功劳都归清风寨的大当家，我李毅的娘子柳如意。好，大当家了，大当家了，大当家，好，姑爷说的在理啊。好了，那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。老方，如意，准备给大家分肉分粮。姑爷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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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们清风寨公平公正，按户分配，每一户都要分到肉，分到粮。今天就让我们清风寨家家有饭吃，户户飘肉香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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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吧，都去吧。走，走吧，猪手肉放那边。姑爷，大当家，刚才都是误会，是我老婆子糊涂啊！哎呀，姑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您刚才说见者有份儿，那我们家能不能分点儿啊？好家伙，这脸皮够厚，敢说城墙拐弯了。刚才喊杀喊打的是你，现在馋肉流口水的也是你，人才啊！这个嘛，算了，我娘子心善，既然说过见者有份，那你就去分一分吧。但是要排队去领，排最后一个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姑爷，我排队，我排最后一个。哎呀，谢谢大当家，谢谢，我排最后一个。哎，吴老板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俩之间的赌约，你该不会是忘了吧？我们俩之间的赌约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李毅，我可是吴家商队的领队，你敢动我吗？别废话，愿赌服输。吴老板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。跟我姓，这个就算了。我们老李家门槛高，但是你要钻胯下嘛。我看你是这么真心诚意的想钻，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显得我不近人情了。李毅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你怎么想赖账吗？我钻。来，我去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等着！我告诉你，下次我再见到你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哎，娘子，我姐夫，你刚刚真是太厉害了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如意姐，姐夫刚才真的太威风了，不仅带回了这么多粮食，还把那个讨厌的吴印狠狠教训了一顿。他说的那些话真好。哎，别夸了，别夸了，再夸我就要飘起来了。姐夫，之前你在街上给我写的那首词，我当时还看不懂，心里偷偷嫌弃来着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是我不识货。姐夫，你是有真本事的人，说不定你的词能成为千古绝唱呢。
小环，我们快去把这启天灯放了，让天上的牛郎织女也沾沾姐夫的文气。走。这丫头倒是会见风使舵，不过眼光总算进步了。看来相公如今是越来越受姐妹们的敬重了。夫人，他们敬重他们的，在我心里，永远都只有夫人一人。油嘴滑舌，招蜂引蝶。啊好，来呀，阿跳来，好，来了过来。来呀！今夜苏兄这首佳词，怕是要摘得头名了。诸位过誉了，诗词小道还需请若清姑娘点评，方知真章。对，说的对，就是。楼下又有几首新词出炉，不乏佳句，不下去看看？遣词虽异，无非又是欢愉苦短，哀婉凄楚的，耳朵都快听出茧了。若让楼下那些才子知道你这般评价，怕是心都要碎一地了。陈词旧调，不值一观。启天灯，小翠，拿来看看。这字迹张牙舞爪，毫无章法。鹊桥仙，七夕词，仙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用词不错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这，此词一出，于此尽废。这李毅是何人？我辈呕心沥血之作，在此词面前，简直是引火之余皓月。唉，仅此一词，李毅之名，怕是足以响彻大景。累了一天了，泡个热水澡，真是神仙不换。就是这浴桶小了点儿，以后非得弄个大浴缸，或者挖个温泉游泳池不可。最好搞个鸳鸯浴什么的。想远了，想远了。姑爷，小环帮你擦背吧。辛苦你了。我看到什么了？多呀！姑爷的好大！哎呦，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。对，就是那里。啊，再用力。你在想什么？不能看，不能看！可是姑爷的身材比寨子里那些光膀子干活的汉子好看多了。哎呀，羞死人了！姑爷的背好硬又好热，摸起来像是热的石头。我手心都出汗了，毛巾很快就拿不住了。要是二小姐知道我这样碰姑爷，会不会砍了我的手？这丫头紧张的手都在抖了。耳朵这红的像滴血了，真可爱。小环啊，姑爷，怎么了？是力道不对吗？刚才你是不是偷看我了？没有，小环什么都没看到。完了，姑爷发现了，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个不知羞耻的坏丫鬟？那要是没看到的话，你这脸怎么这么红？脖子也红了，耳朵根儿都红了，跟个煮熟的小龙虾似的。是水汽，是浴室也太热了。姑爷，你欺负人！
姑爷好坏，可是姑爷笑起来好好看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我们家小环怕是要被蒸熟喽，去打点水过来吧。我马上回来。二小姐，这登徒子皮肤还挺白。哟，来了，我还以为二当家的要赖账呢。少废话，搓背。柳如意，愿赌服输，不就搓个背吗？就当给马刷个毛，对，刷马。知道，愿赌服输吗？赶紧来吧，二当家，水都快凉了。我们二当家可是习武之人，这个手劲儿应该不会小，别让我失望哦。这里，用手，用毛巾，用剑是要干嘛？你用剑鞘是要刮痧，还是要在我背后刻字？要刻柳如意到此一游是吧？你要干嘛？你这是搓背还是剥皮呀？我细皮嫩肉的，经不起你这么搓，轻点儿。嫌重是吧？那你自己来，本姑娘不伺候了。别那就刚才那个地方，我觉得挺好。哎，再说了，哎呦，今天过后啊，我们倾国倾城、武功高强、人见人爱的二当家给我搓澡，我觉得我能吹一辈子。我决定从明天开始，我在山寨里我就横着走，3年我都横着走。闭嘴！你要是再多嘴，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泡酒。怎么了？还不让人说实话了？你还害羞了不成？我都没害怕被你看光，你怕什么？哎，二当家，你这是想反悔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没什么。你要是反悔之后，你威名在外可就完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跟你打赌。威名，我柳如意的威名是靠这双剑挣来的，不是靠跟你这种无赖打赌赚来的。你要是再啰嗦，下一拳我就打在你的脑袋上。那要不轻点的，继续搓。有戏，果然对付傲娇就得脸皮厚，不怕死。哎，等等，他的手怎么这么凉？碰到我背上一激灵，还挺舒服的。无耻下流登徒子！我柳如意这辈子还没有这样伺候过谁。但这家伙的背练过，肌肉条倒是还算顺眼。我呸！我在想什么呢？哎呀，舒服。但是如果此时此刻能有一颗冰镇葡萄的话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如果还有人能亲手喂到我嘴里的话，那可不比天仙还美。他说什么？喂他吃葡萄，还亲手喂？这登徒子是得寸进尺，也要有个限度。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丫鬟吗？做梦！想得美！很合理啊，我说的是搓澡服务，我并没有说搓澡服务里面只有搓澡这一项吧。我现在又没从水桶里出来，那这服务就还没结束呢，对吧？好啊，李姨，你给我记住今天。来吃，撑死你！喂我。你吃不吃？吃。要命！这角度，这灯光，这气氛，这小姨子生起气来，怎么比笑起来还勾人？不行，再看要出大事了。这个李姨，如果不那么流氓和混蛋，好像还挺不错的。不得不说，这小姨子喂的葡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不一般。但是如果我的小姨子能再叫我一声哥哥的话，更完美了。你做梦，自己吃去，自己吃。哎呀，早晚吃了你。嘿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乡亲父老们，快过来了！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里呢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目前啊，咱们山寨的这个粮食危机是已经解决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啊！我想过的生活是顿顿有肉吃，餐餐有酒喝，小孩有学上，老人有福享的日子。但是呢，这些日子靠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，需要在座的所有人一起团结起来，我们才能共同完成这个目标。所以，我特地的建立了 KPI 考核制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 KPI？ 什么是啥？哎呀，姑爷，这是啥呀？这 KPI 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问得好，就等你这句，来。哇，这什么？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？所谓的 KPI 啊，就是制定工作目标、完成工作目标、获得工作奖励。就比如说在座的各位，不管是为寨子里做了什么活，为寨子里做工了，还是清洗红果了、扫茅房了，这些所有的一切全部都记上工分，然后每月的月底再按工分来分钱、分粮、分肉。姑爷，是不是我们干的活越多，就能顿顿吃肉呗？对，没错，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。比如说你今天工作了5个时辰，那我们寨子里就包你晚饭。如果你今天工作了6个时辰，那寨子里再给你奖励10文钱作为奖励。10文钱啊？如果我多干活的话，多拿10文。姑爷，我能干7个时辰，我能干8个，我10个时辰。姑爷，只要给我活干，我干到死。哎，好了，这个也不至于啊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不能丢，就是咱们寨子里冰糖葫芦的生意不能丢啊。今天下午啊，我会在小作坊亲自开课，如果愿意学的，下午到小作坊来找我。学成之后，你们自己支摊，所有收入你们留8成，8成，2成给山寨。真的吗，姑爷？8成归自己，这样的事我在之前想都不敢想啊！俺家3个娃，以后是不是天天都可以有饭吃了呀？姑爷，真的吗？俺也可以靠手艺赚钱，不用陈情花彩礼了。俺也能学，俺也能赚钱。能，只要能干，都能。我李毅在此立誓，只要是跟着我踏实肯干，3个月之内，我让大家的饭桌上顿顿有荤香。好，太好了，好！老子我也拉弓，打俩猎物也算工吧？能。兄弟们，顿顿有肉了。下午学糖葫芦，俺娘说了，学好了好给俺娶媳妇儿。咱们有肉吃了，俺也能挣钱。回去就跟那死鬼说，俺不靠他了。有肉吃了，有肉吃了，有肉了。老寨主看到了吗？姑爷是咱们全寨的贵人，你在9泉之下可以安息了。小姐，你看到了吗？大家都好开心啊！姑爷真厉害啊！二叔公哭了，小孩子们都在笑。那当然了，夫君是最棒的。只是动动嘴皮子而已吧。手劲儿倒是不行。好了，愿意学的下午到方大叔那里报名统计，然后我们统一授课。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，散了。想学蘸糖葫芦的跟我走。好，哎呀，娘，公爷说顿顿有肉吃，那是不是咱们也能？傻丫头，有肉吃算什么呢？那姑爷有什么好的？指不定哪天出点事儿。啊，那跟咱们有啥关系啊？你这个丫头，白长这张脸了。你看姑爷现在在咱们这儿一天，每天爬上他的床，
哪怕做个妾，咱们娘俩以后就是享不尽的福呀！娘，说什么呢？姑爷都有大当家了，而且我听说二当家的可凶了。那有啥？那柳如意呀，就是个兵疙瘩，一点都不解风情。那个柳如意像个母老虎，整天舞刀弄枪的。还是我女儿，又年轻，身段又好，又会疼人，哪个男人不偷腥的呀？咋办啊？姑爷眼里好像没有我。笨蛋，主动点呀！从明天起，你每天给姑爷送早饭，然后呢，就问他问题，嘘寒问暖的。到时候嘛，娘就教你几招，姑爷一定对你另眼相看。舒服。这小姨子搓的，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！这回去到现在，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，使者使不完的劲儿。啊，小环，怎么了，姑爷？你待会儿把屋子打扫完，床头那幅画收起来装好，然后锁到我书房里那个带锁的抽屉里，听见没？好，知道了，姑爷。小环办事，您放心。快去快去！赶紧把那幅画藏起来装好。那玩意儿要是让柳如意那丫头看见了，别炸毛。姑爷这么紧张，连二小姐都不能看，难道是藏了什么宝贝？我就看一眼，就看一眼，绝对不给二小姐知道。哇！等我一下，过来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练习了许久，唱功仍是不够，糟蹋了这首好词。是醉墨你的要求太高了，方才的歌声啊，便是坊中擅长此道的姐妹也比不上。可即便如此，还是及不上若清姐姐呀。哪里？哎，对了，前几日我托西市口的画廊帮我做了幅字画，正巧今日姐姐在，帮我一同看看。小翠，将我的字画拿来。来了，小姐。这是谁啊？小姐，我好像拿错画了，我马上去换。等一下，这幅画就留在这里吧。小翠，你先退下吧。是小姐。这画好生奇怪，明明是在纸上，这画中的女子竟像是她走出来的一般。这必定是一种新的技法，也不知是何人所作。此人在画道上的造诣，怕是超过我太多太多。这是哪家顽童，居然在画作上如此涂鸦？李毅，别让本姑娘碰到你！是那人提出绝美唱词的郎君醉墨，此画是何人所作？快带我去见他！来了呀！好消息！我听下山回来的人说，安庆府的花魁呀，都在打听姑爷，连这种女人都看上了，咱们再不出手可就晚了。放心吧，二毛子说了，我笑起来就像个狐狸精转世。哎呀，兰儿呀，气质是不是有点过呀？过什么过？男人不就是喜欢这样花枝招展的吗？兰儿，
花了100文买的那合欢香。你呀，拿着它，到时候姑爷不上钩，你就用这个。二小姐，要不咱去看看吧？这翠兰一看就没安好心。急什么？我怕姑爷万一什么？他要是连这种货色都看得上，看我不把他的眼珠子给挖出来！要不咱还是去看看吧。走，跟上。如意姐，不好了！翠兰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往姑爷房子去了。二婶娘还在站亭里到处说她家翠兰今天要去给姑爷送温暖。送温暖就是勾引啊！寨子的人到处说她今天要给姑爷道歉。熬糖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用小火，而且要不停的搅。哎，汤叔啊，你应该会了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试试。我吗？手上力道特别重要，我都听半天了，要腰马合一。这样，姑爷您辛苦了，喝碗糖水润润喉嘛。谢谢啊，我不渴。姑爷别客气嘛。我真不渴。这是翠兰用清晨的第1缕露水给你熬的。对不起。哎呀，翠兰给你擦擦，翠兰给你擦擦，翠兰给你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哎呀，头好晕。站住！站好。翠兰姑娘，身子不适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对，有我照顾姑爷。姑爷，我给你熬了绿豆汤，放在厨房，记得去喝。我操，这画面！前世996当社畜，被女领导骂得狗血淋头，此生却穿越成压寨相公，居然有3个顶级美女为我争风吃醋，保驾护航，这待遇爽，真他妈爽！不过，怎么感觉脖子有点凉飕飕的？我只是想给姑爷送碗糖水而已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块手帕，是荷包，是红底绣花的荷包，上面还绣了一只丑鸭子。是鸳鸯，才不是鸭子，我绣了3天3夜呢。完了，说漏嘴了，鸳鸯荷包送男人，这不就等于说明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认输。娘说了，不到最后不能放弃。对，我还有杀手锏，装晕昏过去，只要晕倒在姑爷怀里，总不能把我这个病人怎么样？翠兰姑娘，你今日行为多有不当，寨子里容不得这般轻浮的行径，更容不得这种不清不楚的行为。我只是想对姑爷好，我看姑爷为寨子这么辛苦，我想关心姑爷，翠兰心疼。哎呀，大当家，二当家呀，二当家的！哎呀，翠兰真是好他就是年纪小不懂事，太崇拜姑爷了。你们可不要向着他呀。二婶，教女无方，纵容翠兰勾引有妻之夫，她今日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情，必须给点教训这回。教训？什么教训啊？我们只不过是想好好的活着。是，翠兰这么做就是我指使的，我就是坏人。但在这个乱世，谁又能保证明天不会被饿死？我们孤儿寡母的，又能依靠谁呀？好了，如意，把剑放下。二婶、翠兰，你们跟我过来一点。娘子、如意、小环，你们也一起。
劣质合欢香，20。这东西3钱就能买一大包，你就用这东西为你女儿清白。姑爷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我们孤儿寡母的没有本事，我只想求条活路嘛。晴儿当年就是被饿死的，我不想翠儿她也被饿死。姑爷，是我贪心，是我错，贪心是你就罚我吧，别罚我起来吧，二婶儿，翠兰，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吃不上饭的人有很多，很多人为了一口吃的，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我在来寨子之前，我就差点被上吊，就因为几包粮食。我很理解，但是我并不认同这件事。你们做错了2点。第一，翠兰，你太轻贱自己，你是个人不是货物，靠爬男人床这件事情来换吃的，这条路走不长远，更走不光彩。第二，二婶，你真的是小看了我李毅这个人，还有整个寨子。我之所以建立公分制，那我就是想让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堂堂正正的路可以来养活自己。如果你们真的想吃饱穿暖的话，那就要好好的学手艺，挣公分，而不是想那些歪门邪道的歪心思。我们知错了。那错了，那就得改。翠兰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去作坊里做最苦最累的清洗果子的活，但是工分我只给你70%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那1个月之后，你要是做得好，我亲自教你熬糖浆的本事。二婶儿，那从明天开始我就罚你负责整个寨子清扫茅房的工作，工分我照常给你，但是如果有1处没有打扫干净的话，我就扣你2倍工分。感谢姑爷，感谢姑爷。去吧。就这样放过他们，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吗？那要不然怎么办啊？真把他们赶出去饿死啊？如意，有时候放人一条生路，比把他们逼上绝路更需要勇气。相公心怀仁义，姑爷最善良了。就你会做人。切！不过，你闻那个香料那么仔细干什么？你对香料很熟悉吗？我这是分辨成分。夫君对香料也颇有研究。姑爷可是连合欢散都知道。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好吧？以后我再见到这种香料，我躲着走。算你识相，我柳如意的姐夫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惦记的。夫君是我的相公，理应由我来照顾周全。姑爷，小环就是您的专属丫鬟。这算爽，真带劲！娘，姑爷，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，他没有瞧不起咱们，而且还给咱们指了条明路。是娘一时糊涂，差点害了你。姑爷，他是好人，是贵人。我要好好学手艺，我要努力干活，我要努力挣工分，吃肉。啊，对了，娘，我还能喜欢姑爷吗？傻丫头，姑爷这样的男人，喜欢他的女人啊多了去了。咱们啊要把这份喜欢放在心里，好好报答他的恩情。我要当姑爷最得力的手下，让姑爷以我为荣。哎，慢着点，别摔着。姑爷好。听说没？翠兰想爬姑爷床，被姑爷当众揭穿了。姑爷真是正人君子，还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呀，柳小虎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你爷爷在此。小天犬，别跑，受死！谁想？先生好。好了，走，注意安全。等我们去那边。这鸡肉质量还是差了点，火候也不好控制。
开始想念肯德基疯狂星期四了。好久没吃大鱼大肉了。姑爷，咱们这几天是赚了钱，可顿顿这样大鱼大肉的，小魂怕到时候咱们又没钱吃饭了。放心吃，把心放回肚子里吃。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小魂，难道你忘了前2天我不是说了要扯布给大家伙做新衣裳吗？李毅，吹牛也不打草稿，卖冰糖葫芦是能赚几个钱，可是经得起你这样挥霍吗？姑爷，姑爷，我来给您送钱来了。姑爷，姑爷，我都是之前按照您的吩咐，俺们分了一半，这是剩下的另一半。小姐，你看到了吗？好多钱啊！我们发财了，以后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李毅，说，是不是让老方去打劫官府了？现在这饥荒年纪，除了县太爷，谁家还拿得出这么多现钱出来？这小姨子甚美，但也甚辣。这腰是腰，腿是腿，都够搓过澡了，还这么烈性，不行，得早点把她收服了，不然以后日子没法过。天大的误会！我李毅赚钱，靠的是这儿。方叔啊，你赶紧给我们二当家的解释解释，要不然啊，今晚我怕是要睡地铺了。哎，二小姐别激恼，别伤着人。你误会姑爷了，这些钱都是干净钱。姑爷让我带领着寨子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儿、老婶子，让我们去卖冰糖葫芦赚钱，还有一部分是姑爷运筹帷幄，带领我们倒卖红果，研发这个水果冰糖葫芦，挣的钱都是干净的。倒卖红果啊？新品水果冰糖葫芦，这是何物？好吃吗？来，方叔，赶紧把咱们这怎么打倒那些抄袭我们的商家，仔仔细细的跟二位当家说一说。好嘞。话说啊，这个姑爷这个真是神了。咱刚卖糖葫芦的时候，人家就已经想到这玩意儿肯定会有人模仿。果不其然呐，不出2天，我往街上一去，刚张嘴喊，吴家出来7、8个卖冰糖葫芦的。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，好吃啊！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啊，我们家的也好吃，卖冰糖葫芦喽！你说这帮人照猫画虎的，他这个糖啊，要么糊了，要么就是苦的，味道比咱们差老远了。虽然说他们味道不咋地吧，但是也抢了咱们不少生意。但是姑爷啊，运筹帷幄，他早就把周边这几个县城的红果全都给他收购了。来，下一位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小箱50文啊，大箱80文。给我来1箱。慢走。谢谢老板。但是抄袭咱的这帮人啊，他没有这原料，他都得上咱们柳氏商行来买红果，但是他们又拉不下脸，怕来了之后被人印出来不好，只能求着别人来帮着他买。所以说，姑爷您真是料事如神呐，把这东西低价买过来，然后高价卖出去，这钱赚的比卖糖葫芦还爽。你们说这招绝不绝？柳氏商行，没错，柳氏。我呢，花了一点点的小银子，置办了一些小小的商铺。现在呢，我就是柳氏商行的东家。在座的诸位，包括方叔，还有寨子里所有出过钱、出过力、信得过的父老乡亲们，全部都是柳氏商行的股东。以后年年都有分红。大当家的您是不知道，姑爷说了，只要之前没参加过霸凌您的，都带领他们挣大钱。现在寨子里家家户户都对您跟姑爷感恩戴德的。
我操，这规模，这弧度，平时穿着劲装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这腰，这腿，绝了！就知道这丫头是个宝藏。我们家小环也太可爱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好，特别好。这是谁家的3位仙子下凡了？有劳相公破费，如此厚礼，如仪愧领。谢谢姑爷，小环很喜欢。谢了。哎呀，如果只是口头感谢的话，那会不会也太轻了点儿？那小环给姑爷磕一个。磕一个就算了。哎，小环，你过来。这样吧，小环，姑爷我教你一种我们老家表示感谢的最崇高礼仪，怎么样？你看，就是用你的这里碰一下我的这里，这个叫做吻面礼，就是表示对人最崇高的谢意。来。我们小环学的也太快了吧这！姑爷对这份感谢礼特别满意。你这个登徒子，连小环这么天真的都不放过。姐姐，你看他这轻狂的样子。相公，小环年纪小，心思单纯，你莫要总是这般逗她了。出大事了啊！姑爷，大当家的，二小姐，完犊子出大事了！老方别急，慢慢说。吴英那个王八犊子，把咱水果糖葫芦那个手艺他全都学去了。为了报复咱们，他把其他上队赚的钱全都砸里边了，而且亏本卖，价格只有咱们的30%。城里这帮人也怪，就这图便宜，将吴家一窝蜂全干过去了。那咱柳氏商行这生意一下子就完犊子了。他这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的风兆，我们耗不起的。这下怎么办？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儿呢，就这个呀！哎呀，他们愿意当冤大头，你就让他们当去吧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打价格战、抄袭，是商业竞争的初级阶段，我早就已经想到了。相公，你有对策？当然了，他们现在抢走的不过是些零嘴生意，我们现在要卖的，嘿，那可是让人晚上能睡个好觉的必需品。李毅，你不是要做那个什么驱蚊水吗？怎么大白天在寨子里酿起酒来了？姑爷，这酒好香啊！但这和打蚊子有什么关系啊？相公，这是……此物名为酒精，是制作驱蚊水的关键所在。差不多了，姑爷，我闻着这味儿可带劲了，感觉有个小虫跟着勾我。一口，哎，就一口啊！我可告诉你，这玩意儿劲儿大，你可千万别！好酒啊！好酒！得，早知道你这酒量就不让你喝酒了。这下帮我干苦力活的人都没有了。刘如意，过来搭把手。你叫我？我的酒精，魔女居然全闷了！老方一口就倒，他居然还能站着。
造孽呀！我的泉水还没做成，先放倒2个。别说，还挺软。不是，看到什么了？那小子搞什么鬼啊？姑爷，看清楚了，院子里酒气冲天，那个叫老方的大汉在里边已经醉倒了，不省人事。酿酒？还不止呢，我亲眼看见李毅那小子光天化日之下抱着他小姨子拉拉扯扯，肯定啊是在借酒装疯调戏人家，里边啊乱得很呐。好，我当他李毅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？原来也是个沉迷酒色的废物啊！是，他怕是不知道，我母家就是这安庆府最大的酒商，跟我玩这个。传我的话，从明天起，咱们家所有的酒坊、所有酒水买1送1，不要让他的酒还没酿就黄了，让他生意没做就胎死腹中。啊，对，玩死他！姑爷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香啊！哎，不行，香料还是放多了，下次得减少1/3的量。二当家，劳驾，把手伸出来。干嘛？这可是试验品，到底能不能合格，会不会过敏，这些都没人知道。难道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你舍得让我们的大当家和年纪这么小的小环来做吗？姑爷，我来，小环不怕，让小环来试。这就对了嘛。笨兔子，你又要干嘛？怎么样？还痒不痒？不痒了，凉凉的。没想到这东西竟有这等奇效。那是自然。娘子，来，我也给你试试。有劳相公，我自己来便可。好。其实啊，此物名为六神，不仅能止痒，更能驱赶蚊虫。下次我在这个配方里面多加一些薄荷之类的驱蚊药，效果会更好。而且你们想，如果说我们在香料上下功夫，减少药味，增加花香，那不就是得到了你们女子都梦寐以求、体生幽香的香水了吗？嫁他之初，只当是权宜之计，如今看来，倒像是我捡到了宝。来，待会儿你们就按这个清单，把做花露水的原材料买回来。东西倒是好买，姑爷，就是有这事儿呢，就有点犯懵啊。就是你给这宝贝起名字叫六神，这个名听着怎么像庙里头驱邪用的？神仙水，这名听着太憋了。Six God 怎么了 ？Six God 挺好听的，Six God 怎么了？什么？龟死磕啥呀？那这屎壳郎我知道，这没听过。糟了，一激动把现代词给蹦出来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此物凝聚了六方草木之精华，如有六位神灵护体，驱邪避祟，如有神助。那么，简称为六神，意境深远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姑爷，道理我懂了，可我还是觉得不太好听。小环，怎么连你也……我觉得，不如就叫……好，这个好，二小姐说这名好，如意，听着既吉利还实用。我也觉得如意露真好听。如意露啊，不知道二当家起这名字的时候有没有一点别的小心思啊？
爱用不用。行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就叫如意路了。毕竟我们二当家这看起来也的确是挺如意的。吃你的吧！你们待会儿去采买，我跟小环去看看柳氏商行的冰糖葫芦卖的怎么样。姑爷，您就是自己想馋糖葫芦了吧？就你耳朵。姑爷，您在这儿等着，我进去给您买。哼。姑爷，新鲜出炉的。姑爷，好了。宁王府，难道眼前这个年轻人是景国皇室？小王爷好。快，做些冰糖葫芦来！搞了半天，这货风风火火的把我带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让自己给他做冰糖葫芦。冰糖葫芦的制作就不难，只需要把糖加水熬成糖稀，再裹上去了籽的红果上就可以了。冰糖葫芦的制作方法我也已经告诉你了，在下家中还有急事，就先告辞了。公子留步。公子有所不知，虽只有红果和糖霜2种材料，但我们尝试了多次所做出的味道，依旧是差强人意。这其中是否另有玄机，还请公子不吝相告。姑娘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把我自己知道的已经全部告诉你了。冰糖葫芦的制作能有什么玄机啊？小王爷，昨夜收了冰糖葫芦之人，并不是这位公子，我们怕是找错人了。对喽，走了。石榴，刚才是在下唐突了，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还请兄台莫要怪罪。这10两银子，就当是向这位兄台赔罪了。这位小王爷也是个讲究人啊。小王爷，虽然说这冰糖葫芦的制作方法并无玄机，但是难得小王爷盛情相邀，在下是否能做出大家想要的味道，就算试他一试，又有何妨啊？好。就是这个味道。我这就给母后拿去。看这样子，喜欢吃冰糖葫芦的，好像是什么王妃？莫非这东西也能吃上瘾不成？多谢公子的冰糖葫芦，幸亏公子的冰糖葫芦，王妃的病才得以好转。王妃的病？请问一下，王妃到底生了什么病？太医说是郁结之症，可服药已有半个月，依旧厌食，夙夜难寐。这段时间以来，身体也越发消瘦了许多。郁结之症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越来越憔悴，还容易发烧。哎，这不就是消化不良吗？快去给王妃做一些她平时最喜欢吃的膳食来。是，小王爷。想不到这小小的冰糖葫芦竟能有如此奇效，就连太医都束手无策的郁结之症，都能立刻药到病除。先生真乃神人也啊！小王爷，虽然说这红果、这冰糖葫芦对于郁结之症有所帮助，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啊。莫非你也懂得一些如何医治郁结之症？略。买个糖葫芦的功夫，能把一个大活人跟丢了。二小姐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进去付个钱的功夫，再转身，姑爷就不见了。二小姐，先别急，小环她也不是故意的，这姑爷背不住临时起意，从哪嘎兴许就溜上去了。临时起意，他人生地不熟的，能去哪儿？姑爷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跟姐姐交代？和寨子交代？二小姐，这个姑爷他会不会是自己个儿走了？
毕竟是抢来的嘛。不可能，他绝对不是那种人。除了这个平日里可以多服用和冰糖葫芦之外，还可以将一些粟米还有山药磨成粉末之后熬成粥给王妃服用，这样对于王妃的病情也是大有益处的。记下来，记下来。而且王妃在每日饭后可以去花园中散步半个小时，这样对于病情也能有所好转。还有一点一定要切记啊，王妃这个病情一定要戒掉大鱼大肉，并且油腻的、荤腥的全部去了吧。听到了吗？以后那些油腻的东西全都去掉。是。小王爷已经全都记下了。好，行，退下吧。是。那我看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就不多打扰小王爷了，告辞了。兄台，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这若是不好好感谢，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啊。这样吧，今晚我们设宴群玉乐，我们不醉不休。设宴就不必了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走了。不是，这就不对了吧？莫非你是瞧不起我不成？小王爷，你这是何话？那就对了，穆总。是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要不是我粗心，姑爷就不会。明日就是中秋团圆的日子，姑爷却不知道在哪儿。姐，用不用我今夜就带人下山找？不用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小环，你们都去休息吧。原本打算过些日子便放他离开，但这些日子以来，他已经不经意间扛起了这个家，可终究是没有这个可能。张兄，在这儿呢。我靠，这就是古代的夜总会，雕梁画栋，香风扑鼻。在现代，我连大保健都没体验过，穿越回来倒是掀开了眼。哟，李公子，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了。我在此地的化名也是李公子。好家伙，小王爷拱青楼硬皮肤。好了，废话别多说了。醉墨姑娘呢？快请出来。李公子，你是知道的，醉墨是我们这儿的头牌清官人，见不见客他自己说了算，我也不好强求。不过，醉墨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如等他的节目结束之后，我再去问问他。不是说好了请吃饭吗？怎么直接变逛青楼点姑娘了？我这2辈子的贞操可不能随随便便交代在这儿。待会儿他要提出什么不健康的要求，我必须坚决拒绝。罢了罢了，本来也只是想唱首曲子助兴而已。既然他一会儿要上场，那就省了这些麻烦。这位李公子每次都只点名听曲，真是怪人。哎，两位公子，随我去雅间吧，醉墨马上就登台，有请。听说了吗？那首《鹊桥仙》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好词啊！是啊，据说是位叫李一的才子所作。此词一出啊，以前七七会的诗词啊，简直是不堪入目。也不知这李毅究竟是何方大能，如此大才啊，竟从未听过其名号。李毅，这名字还挺大众，跟我同名。这家伙干啥的？现在怎么这么火呀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若是我能亲眼见一见这位令公子，
最末此生无憾也。最末，如此金彩绝艳之辈，想必非是俗人。机缘到了，自会相见。眼下满堂宾客都等着听你唱这首新词呢。姐姐说的是，只是不知那李公子是否喜欢我这般演绎。切！李兄，可是这夜里风凉，受了寒气，我让人拿件披风来。不用，我觉得呀，就是那个小姑娘想我了吧？你可真是爱说笑。难道是如意或者小环想我了？不行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得找个借口早点开溜。李兄，这地方看着挺正规呀。那是自然的，群玉院乃是府城第一雅处，漂亮啊，非寻常勾栏可比。尤其头牌清官人曾醉莫姑娘，更是色艺双绝。醉莫姑娘，是醉莫姑娘出来了！醉莫姑娘，哇！醉莫姑娘。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，金风玉露一相这词儿逢。怎么有点耳熟直啊？到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我操，这不是我写在小环齐天灯上的《鹊桥仙》吗？一个字都不差。这女的怎么会唱？难道她也是穿越过来的老乡？李兄，你怎么了？干嘛？地球，真的，宫廷御酒100万一杯。不是，即便我不愿，符号看星星。你说我老乡对不对？老乡，老表，手机拜拜。你肯定是穿越过来的，对不对？终于找到组织了。放开我！住手！住手！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你在群玉院闹事，还说什么符号，什么外坏？你在说什么疯话？就是说呢，就是啊！居然这么豪杰！干嘛，邓公子？快放开我！让开！到底是谁这么不开眼？快给老衲把他抓起来！老乡，救我！老乡，起来！那你那首《鹊桥仙》到底是从哪儿听来的？这首词月前便已流传，据说是写在齐天灯上一位名叫李毅的才子所作。月前，齐天灯，李毅。居然是小环的那只齐天灯，所以根本没有什么老乡，是我自己的死活了。我还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倒霉的穿越者。还不把他扔出去！臭不要脸！还不把他扔出去！住手！抓住他！别跑！李兄，等等我！李兄，等等我！敬往事一杯酒，从此不回头。老板，把你这最烈的酒给老子拿过来。公子，我们这里最烈的酒，酒劲儿太大，一般人少废话，怕我付不起酒钱吗？拿去。好嘞，哎，客官，你的酒来了。
这醉墨姑娘再好看，也只是一介戏子而已。李兄是有真本事的人，何必执着于一个戏子？再拿个碗。没想到你的酒量如此之差，这有何难？看我的！酒量如此之差，居然还大言不惭要最烈的酒，哼，活该！真俊啊！李公子，李公子，李公子，这是王爷的一点心意，感谢您妙手回春，治好了王妃的郁结之症，共计文银110两，还请您笑纳。110两！一个土豪的儿子，果然有一个更土豪的爹。正愁没钱搭建如意路的作坊呢。嘿嘿嘿。哎，坏了！昨天喝断片了，一夜未归，小环和柳如意他们找不到我，怕不是要急疯了。这到底干哈去了？哟，都在呢，这么大阵仗，欢迎我回家呀！姑爷，哎呦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……哎呀，这还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啊，还知道回来？不过咱们这二当家这语气，倒不像是隔了3秋。姑爷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让你跟如意学2招呢。啊！哎呀，姑爷你干啥去了？我们找你都快找疯了！如果我说我这全是路上捡回来的，你信吗？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们别这么看着我，反正这钱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这2天是我不对，让大家担心了。正好，明天中秋，要不然这样，明天咱们全家一起去城里，吃最好的酒楼，看最热闹的灯会，全部都由我来请客，咱们就玩个痛快。哎，好。姑爷，姑爷，姑爷，咱刚有点钱，不能这么瞎霍霍。你不是说要建作坊卖如意露呢吗？那作坊钱还差不老少呢。建作坊的钱有人帮咱们出了啊？啊，谁出的？这几天4叔5叔，他们不是眼红柳氏糖葫芦赚了钱，也想跟着一块干吗？二小姐姑爷，这事儿不扯呢吗？这帮犊子当初跟二婶他们一起霸凌大当家来着。哎，那人家愿意出钱，咱们为什么不成人之美？姑爷，这纯是柯镇恶给牛魔王接生，瞎扯犊子吧？不是？你当真觉得他会被人占便宜？我呀，收了他们一个加盟费，让他们用我们柳氏的名头和技术去外面挣钱，在他们各自的地盘开分铺。至于利润嘛，我只要5成。你说说，不赚和分我一半赚，他们选哪个？哎，我去，姑爷，你这就是喜马拉雅山上招手高招啊！既挣了钱，又报了仇，还敲打了这帮王八犊子。所以啊，今天就给我敞开了玩。100两彩头，揽月楼诗会。哎，
那边有热闹看，还有钱挣，看看去。你看，白蛇过江，头顶一轮红日。这无头谜，谁能猜中？听说猜中谜语方能入内，胜者可登上揽月楼主持会。争夺白两彩头呢。简单。哈，这位兄台，口气倒是不小啊。此谜去年上元节就无人能解，就你。谜底就是油灯，灯芯为白蛇，火焰为红日。核对。公子大才，谜底正是油灯。公子请进。走，咱们进去见识见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一谜只敬一人。姑爷，那我把剩下的谜底都猜了，不完了吗？那我给公子打一个，来吧。七仙女嫁出去一个，打一成语。六神无主。3个人叫仲，3个金叫心，3个水叫淼，3个鬼叫什么？叫救命啊！一口咬掉牛尾巴，告嘛！对不？全对了，公子真是神人呐！太讲究对了。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带着我的丫头，还有我的这个保镖进去了吧？公子，请进。方叔，哎，那你在门口等我们，我们进去看看什么情况，顺便你在外面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赚钱门道。好嘞，姑爷。走。这几个人干嘛呢？他们都进去了，怎么都没人排队？哦，服务真周到，糕点还带专人分发。这侍女颜值真高。公子是要这个？对，来，如意，小环，尝尝这个。谢谢啊。若清，你认识那书生？从未见过。那他怎会如此？从未见过如此不拘小节之人。兄台留步，兄台真人不露相了。敬与婉姑娘及云音社诸位才女有救，失敬失敬。婉姑娘，谁啊？兄台莫开玩笑，婉姑娘虽为犹怜，但才艺斐然，我等皆敬重之，能得到她亲手赠高。可是羡煞旁人呐。哦，你说她呀？不是酒楼侍女吗？侍女。兄台，那位便是婉若清姑娘啊。不是服务员啊。走。这小子能得到婉若清姑娘赏赐的糕点，还一副不知情的样子，何等艳福！是你，登徒子。他不仅得了婉姑娘的糕，还那个过醉墨姑娘。登徒子，他到底干了什么？此生我要是能被醉墨姑娘这般称骂一次，死也值了。莫非这身体的原主睡了人家姑娘，没给钱？王八蛋，自己爽了，把这么一个烂摊子留给我。我只是一2辈子没有感情经验的纯情小处男，你要我怎么办啊？醉墨，怎么了？姐姐，他就是那晚那个公子，是他，对，就是。醉墨啊，曾醉墨，真的，宫廷一月酒180一杯，不是，即便我不变，我好看香香老乡。我操，是他！那天我以为他也是穿越的老乡，激动过头唐突了人家，原来不是风流斩，是社死现场。诸位，今日诗社初选，以秋为题，在下不才，先行抛砖引玉。好啊，好，好，哎，
素闻天此次急攻，我怕是不起。那我们岂不是无缘明日主事会了？见不到那位公子，对其此走，还不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呢。此人或许真有几分歪才。公子留步。公子，罪莫性自急，若有得罪，若卿代他向公子赔罪，还请公子勿怪。实不相瞒，云音诗社急需一首中秋词，以参加明日诗会。那诗会上有我们想见的一位重要之人，不知公子能否成全？诗人嘴短，而且他的态度那么好，比那位强多了。若清姑娘，如果我赢下了之后，不知道那100两彩头是不是归我了？理当如此。既然云音诗社请了外援，那便按规矩来。沈兄，有劳了。哦，便是你要替云音诗社出头也罢，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何为真正的诗才。既是中秋诗会初选，便以中秋为题。诗词均可，一炷香为限，在场诸位共建高下。好。玉无尘，金镜有路。好，沈兄，此词意境高远啊！看来今日胜负已分。不行，这字写出来怕是要闹笑话，得想个办法。他该不会是吓傻了吧？我来吧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这是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民间？在下已做完，请各位品评。天哪，这也太绝了吧！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李益啊！哇，这也太会学了吧！你看这，哇塞，怎么这么快想出来的？这么好，真是好烧啊！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。此词一出，中秋词休矣。小兄，不必看了，我们输了。若清姑娘，这次够赢那100两吧？李益，若果是李益，他是写那个字条线的李益。李益，天哪！李益是谁？你就是李益？你个登徒子，你怎么可能是李益？不好意思啊，好像的确是在下。鹊桥仙，水调歌头，我沈照竟如此有眼无珠，我输了，心服口服。姑爷，你中午饭还没吃呢。若清姑娘，那现在比试算是在下赢了吧？那刚才我们说好的100两，公子大才，救云音诗社于危难，这100两是公子应得的，大恩大德，云音诗社铭记在心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各取所需嘛。那要是没有什么其他事儿，那我们就先撤了。留步，李公子，我家小姐是城南城员外家的千金，非常仰慕公子的才华，想请公子明日过府品茶。李公子，我家小姐是李公子，我家小姐是。
李公子，我家小姐是。李公子，我家小姐是。李公子，李公子。那是陈小姐的丫鬟。李公子，陈小姐可是庆阳选第一美人候选者呀！锦绣阁陆大家卖艺不卖身，还有少才大出见而不得。天哪，她怎么就这么大魅力？她怎么有这么大魅力？一首词，就一首词啊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都是她写出来的。你们都别急了，我今天没空，我明天也没空。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真的。姑爷，小环，救我！回去一起。好酒。少通家，不能再送了呀！这半个月咱们已经赔了300两了呀！再这样下去，咱整个店铺都要赔光了呀！别着急，他李毅这2天不是挺忙的吗？啊，又是酿酒，又是弄秘方，肯定是把全部身家都压上去了。咱们只要拖垮他，你等他一破产，我就能用最低的价钱把他什么酒方啊、酒啊、秘方啊，一把连本带利全挣回来。少爷，大事不好！慢慢说。李毅的破作坊开业了？不是，他们去醉仙楼的那个中秋诗会，李毅在诗会上出尽了风头，然后还写了一首什么啊？对，《水调歌头》，把那个沈才子都比下去了。现在全城的才女都在打听他。你说什么？他去参加诗会，还出尽风头？那我这半个月算什么？我这300两，搁这给人家买1送1，我为了什么？为了让李毅用闲情逸致、吟诗作对，去勾引别的女人吗？人家根本没把我们当做对手啊！闭嘴！李毅，我杀了你！抱得挺紧。这些东西你帮我收着，我们拿回去当柴火烧。你很得意。我得意什么？麻烦，天大的麻烦！我只不过就是想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的挣点钱而已。谁知道一首词引过来这么多麻烦？不过还是我们2当家的英勇，一招天外飞仙就把我救出苦海了。回头我给你烤10只山鸡。谁要吃你的山鸡？以后这种地方少去。谨遵2当家的教诲。酸，真酸！这小姨子醋坛子都打翻了，还不走？等着那些丫鬟追上来吗？啊！疯了！我一定是疯了！那是意外，是意外！我该杀了他！我为什么没有拔剑？为什么他让他？柳如意，你完了！
什么？怕某些人没吃饭，如果真给他饿坏了，以后岂不是没人给我搓澡了？谁要给你搓澡了？你要是再敢提那事，我就……那又怎么样？杀了我！哼，你又舍不得你。柳如意，那天巷子里的事，不是意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就算你那天没有转头，我同样也会找个别的借口接近你。小心！那些琴琴，你真的烧了？怎么了？二当家还惦记着？谁惦记你了？我就是怕你被……怕我什么？怕你被骗了。柳如意，在这个世界上能骗我的人，大概只有一个。谁啊？一个明明很在意我，却整天拿着剑指着我的傻丫头。你啊！哎，你放我下来！走，今天晚上我给你搓澡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啊！各位，终于开业了！父老乡亲们、姑娘们、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如意坊开业了。我们如意坊所售的如意露，乃是取天地草木之精华，有驱蚊止痒、留香怡神之功效。今天前100名下单的顾客，我们买1送1。啊！真的买1送1，买1送1，这么大，我也要。来试试吧。天哪，这茉莉香的比香的好闻多了。真这么香吗？真神了，一抹就不痒了。还有这种功效，止痒。想要购买的从我这边排队啊，谁都不准插队。我去吧，走走走走，别挡我道，别抢我位置，买1送1，我要。走走走，太好了，快给我来1份。快快快，进来进来。太好了，姑爷，才1个时辰就卖了500钱了。相公辛苦了。哼，算你还有点本事。娘子啊，如意，古人都说成家立业，如今咱们这个业算是立住了，那这个家，你们俩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把它守得更好，更圆满？妾身愿意。真啰嗦。那就是愿意喽。太好了，姑爷、小姐、二小姐，走吧。等等等等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恭喜公子开业。